别冻着，一份暖手宝引爆的真诚故事。意外从一份毫不起眼的早餐开始。如果不是亲眼看到，大概没人会相信，一个普通到再不能普通的早餐，竟能让互联网在凌晨时分彻底沸腾。那天凌晨4点多，城市像被按下静音键，地铁未开，街灯稀疏，大多数人还在深睡中。可热搜却在无人察觉的角落里炸开，短短几分钟，请全网吃早餐4个字像野火般蔓延。最开始，大家都以为这又是营销号惯常的无聊操作，但随着一张张现场图被转发，粉丝晒出活动酒店信息，路人补充拍摄动态，所有人才意识到，这不是玩笑，不是预谋宣传，更不是团队为了制造话题的套路，而是真真实实源自宋威龙与赵今麦在长白山东拍时每天坚持吃的那份朴素补给。看起来普通，却让无数网友在看到后产生一种难以言说的情绪。很冷的世界里，有人想把一份热乎乎的真实递给你，有人感叹，这是娱乐圈第一次让粉丝觉得自己像被当成真正的人对待。没有光效，没有滤镜，没有提前设计的台词，只有一份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早餐背后那份从寒冬里捧出来的温度。就是这份朴素，把故事推向了所有人措手不及的高度。真正的开始是长白山的雪。长白山的雪不像城市里的雪柔软轻盈，它冷得彻骨，也静得惊人。风刮起来时，像带着碎冰往脸上砸，刚呼出的热气立刻变成白雾，被寒风一口吞掉。在这样的环境拍戏，辛苦2个字完全不够形容。曾有工作人员说起其中一天，那天比以往更冷，赵今麦的手被冻成发红，像没了血色。他缩在厚厚的羽绒服里，不停搓手，却怎么都暖不起来。宋威龙那时正准备上场，眼角扫过去，明显注意到他的动作，没有多说一句，没有任何铺垫，他直接从兜里掏出那天随身带着的唯一一个暖手宝，塞到他手里。他说得很轻，却足够让人心里一震。拿着，别冻着。不是戏剧化的深情对白，也不是刻意营造的暧昧氛围，就是一句再普通不过的话。但在零下20度的雪山里，它比任何情话都更有力量。后来大家才明白，许多真正打动人的瞬间，往往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寒冷逼人时最本能的关心。也正因为这份真实，故事才有了后续所有的涟漪。镜头外的小互动比剧情更上头。粉丝为何会被他们吸引？并不是因为戏里发生了什么，而是因为戏外那些随手就出现的真实互动。一次采访里，宋威龙一本正经地调侃赵今麦童年参加活动时的表情，他被逗得几乎转头闭镜，像被同桌发现就糗事的学生。他不甘示弱，反击说他抓拍技术差。他乖乖摆出无辜脸，我都没动，是你动作太快了。那种来回的小火花，不是职业演员配合出来的节奏，而更像多年好友之间不用对台词也能秒懂彼此的默契。正因为太自然，所以太稀有；正因为太真实，所以让人反复回放每一个瞬间。当早餐事件曝光后，网友们半开玩笑地说，是不是吵架后的投降礼物？是不是怕粉丝太辛苦追更，所以给补充点热量？虽然是玩笑，可大家心里清楚，这种默契是演不出来的。更多幕后细节曝光后，全网再次沉默，原来他们是真的这样相处的。当工作人员陆续晒出更多照片后，许多人被那些细节击中。那天风很大，他头发被吹乱，他习惯性地替他拨开，动作不暧昧，却自然到像做过无数次。他拍完动作戏后，双手被冻得发白，他第一时间递上暖手宝，语气急得像在责备，你这样会更冷。剧组发的胶片相机里有2人互相拍的生活照，没有滤镜，没有摆拍感，像是朋友之间互相记录的碎片。这些画面不是团队物料，不是宣传动作，而是生活里被随手抓住的真实。而真实永远比任何包装都更能穿透人心。也难怪粉丝愿意为了这份同款早餐花钱，甚至有人专程飞长白山，不是为了追星，而是想看看那份真实温暖曾出现过的地方。为什么他们的甜会让人上头？
如今的娱乐圈并不缺荧幕情侣，但缺乏的是戏外也自然不尴尬的相处。他们之间的甜恰恰不在表现，而在于红毯上不经意的对视，直播里互相递零食的自然靠近，采访里毫不刻意的互怼。有人总结得很妙，别人撒糖靠安排，他们撒糖靠生活。听着像玩笑，可却精确的让人挑不出错。因为他们的甜不是被设计的，而是相处自然流淌出来的。这种吸引力是演不来的。当同款早餐上线后，网络瞬间变成大型沉浸式体验现场。有人晒图说，喝到热牛奶那一刻，仿佛自己站在雪地里，风也那么冷。有人说，追剧追到现在，终于轮到我们也吃到属于自己的甜。甚至有粉丝直接飞去长白山，只为拍一张他们吃早餐的同款角度，想看看他们看到的风景。看似疯狂，实则简单。大家只是想触碰那份真实存在过的温度。宋威龙的安静、稳重，让人心里踏实；赵今麦的明亮、灵动，让人情绪变得轻快。他们之间没有刻意营造的暧昧，没有为了话题而制造的互动。所有的温度都来自一种真实的、舒服的相处。在时代的喧嚣里，真诚反而成了最珍贵的东西。而他们恰恰呈现了这一点。互相尊重，互相欣赏，互相自然的靠近。这不是营销能教出来的，更不是剧本写得出的。不是早餐本身，而是背后的那句隐含的信息。我们记得你们，也愿意把我们感受到的温度分享出去。这句话不需要说出口，粉丝从那杯热牛奶，那份简单餐点中就能读懂。一份朴素的小早餐，却成为治愈许多人生活的力量。看似微不足道，却能给人一种被理解、被回应的感觉。读到这里，你是否也想起某个人曾给过你的小温暖？也许是冬天有人把自己的手套递给你，也许是某次夜路有人陪你一路走回家，也许是在你难过时有人轻轻说我在。这些瞬间都不起眼，却能被记很久。就像那份早晨，简单却在刚刚好的时刻抵达。愿你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遇到真实、温柔、毫不做作的善意，也愿你在能力范围内成为别人世界里的一束光。结尾感谢与 AMP 行动号召，谢谢你读到这里。如果这个故事触动了你，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说说你的感受、你的经历，或你生命中那些让你记到现在的小小温暖。你的留言也许会成为另一个人继续坚持的理由。别忘了点一下关注，留下你的评论。你的支持会让更多真实、有力量的故事继续被看见。期待下次再与你分享新的温度。